影视寒冬真的如此恐怖吗？可我只看到了中国影视业的欣欣向荣。2026年上半年，影视大盘缩水120亿，横店群演3天碰不到一个组，到处都在寒冷。可另一边，哪吒之魔童闹海干到全球影史第4，给阿莫的情书用1400万成本撬出20亿票房，到底是谁在过冬？恰恰是过去那些靠流量和资本运作就能躺着赚钱的人，他们习惯了随便攒个局，拉几个脸熟的明星，买一波热搜就能回本的日子。可短视频时代，口碑发酵只需要几个小时，影片好不好，开场半小时，全网就知道了。这套逻辑一失灵，他们就开始说行业寒冬。熟悉影视行业的人，自然也懂得怎么混淆叙事结构。他们就开始把行业不行和烂片没人看混为一谈，场次创新高，票价创新低，票房一直跌。归根结底，问题出在内容上，不是出在市场上。给阿莫的情书全篇说潮汕话，大部分演员是素人，1400万成本，连某些大片零头都不够。他讲的是2个女人跨越山海的隔空守护，但他厉害的地方在于，他没有把乡愁、离散这些天然带情绪的元素粗暴堆砌，而是让人物关系慢慢发酵。他向市场证明，当地文化不是小众的代名词，只要足够真诚，潮汕话也能让全国观众掉眼泪。文牧野拍《欢迎来龙餐馆》，从2017年看到一条华人在伊拉克开餐馆的新闻，到2026年上映，磨了快10年。这10年他不是在等投资，是在磨剧本。他不拍完人，连徐福这个主角都贪怯，心存侥幸，但在战争中还是被孩子们打动，给了他们一个容身之所。一个中国导演用一个中国厨子的故事，却讲了全人类都能懂的反战命题，这才是文化输出该有的样子。而哪吒之魔童闹海，全片2427个镜头，磨了5年，最终拿下超160亿全球票房，超越泰坦尼克号，冲到全球影史第4，是首部闯进全球前5的非好莱坞电影。有人问饺子导演成功的密码，他却只说死磕。只不过现在很多轻松惯了的大佬已经不知道这2个字怎么写了。南京照相馆则是把镜头对准了1937年南京城里一间小小的照相馆，他跳出了抗战题材非英雄及叛徒的2元叙事，转过头拍了一群想活下去的普通人，但这群人反而拥有最硬的骨头，讲的是人民的脊梁。郭帆拍《流浪地球》的时候，国内一线导演都不敢接，他自己垫了100万，拉着制片人宫格尔，天天跑中科院找专家聊，筹备4年，7000多人参与，写了上百万字的剧本，画了8000张分镜，搭了10万延米实景。到了第2部，他干脆先不写剧本，拉着中科院多个院所的专家，先建了一套完整的世界体系。地球流浪100年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形态是什么样，全部先写出来，再写故事。这种笨功夫，想赚快钱的人根本不会下。但正是这种笨功夫，把中国科幻的工业化标准从0建到了1。中国影视方面的人才是可以不断涌出的。现在我们高呼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，我们的审美提高开始只为内容买单，而不是为了某些人运作的噱头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那些无法引起我们观看欲望的作品自然数据惨淡，所以影视寒冬的说法才应运而生。说到底，只是那些能力不够的人的遮羞布罢了。我们这不是影视寒冬，只是进入了一个优胜劣汰的大换洗时代。只要给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一次机会，我们的影视行业只会越来越欣欣向荣。